各位变态，大家好，又到了鬼畜实验室的时间啦。这一次的主题是魔王流无伤通关测试示范。其实魔王先前就想要测试这款 FC 魔界村的街机化游戏了，因为有人私讯来说，魔王阿里 FC 魔界村的影片都没有录个无伤通关了，阿里讲家己变态，我看是其实唬烂。妈的，开玩笑，魔王可是从魔界村地狱回来的男人。那我们这次除了测试这款街机化移植版的游戏内容之外，顺便让各位老变态看看魔界村无伤通关到底是什么样子。好，来，废话不多说，我们看这个游戏标题封面，其实就改的跟街机版的配色还有状况是一样的齁。所以，那么按下开始键之后，一开始撒旦要抢公主的这个画面，然后发现公主啊、撒旦啊，每个影格其实都有重画哦，其实是相当用心的。那个当年 FC 的魔界村因为受限于主机的性能那它的移植被评价为就是难度极高的劣作，也就是跟街机版其实可以当成另外一个游戏来玩啊。那很多年之后，日本的玩家对它推出了优化的30P 版本。然后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面，还有一个玩家就是修改出了非常接近街机版的魔界村，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玩的这个游戏魔王觉得最变态的就是呢，这个改版之后的档案大小竟然跟原版一样，都是 128K， 真变态。那么看到这个红恶魔其实这个图啊全部都有改过整个画面变得比较精致，然后再配上这个30P 的操纵性玩起来的手感其实很不错的。那个魔王特别讲一下就是30P 的这个版本啊，魔王认为说其实它就是一个进化版因为整个操作的状况其实真的差很多。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在玩发现，不管是僵尸啦，你看这个毒藤怪啊，还有那个很多的游戏角色，幽灵骑士的角色，它的图其实都有重新画过不小心被撞到一下，靠背。那往前走这边，你看这个独眼怪也是重新画过，它都是试着比较接近原来就是街机版的那个图像。好啦，不知不觉我们第一关就过啦。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关是什么样子。好，来这边我们也看到就是第二关的地图啦。等一下我们就要杀进第二关的鬼城镇里面去啦。鬼城镇一开始的这个蓝恶魔兵工魔王的攻略方式都是跟以前一样，其实没有什么改变。然后这边敌人的移动速度虽然很快，但如果你的地形如果比较熟的话，其实可以很顺利很快的就通过啦。这边玩就是不要恋战。然后发现就是这一边好像这个背景的这一个建筑物，这个是原来任天堂版本里面没有的。然后我们发现就是小恶魔的部分它也有重新绘制，他们很快的就进到大南之馆了。大南之馆的背景其实也有重新绘制。然后魔王在打这个大南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整个打击的手感就比较偏向街机的手感。你看干差点死掉。好啦，这一边其实魔王就是习惯先把右边的杀掉。所以有人说一定不能够被夹杀什么之类的，就是技术败，然后所以才懒觉毛一堆。其实你如果真的已经很熟这个游戏的话，攻略的方式就是随机应变就好了。特别是这个30P 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处理30个 frame 的动作，所以在操作性上面其实是比原版还要好很多。那我们可以发现大南之馆它的背景其实全部都有重新再整理过还有右边这个乌鸦区也是连乌鸦在飞的那个图层还有它的图档你看还有地上我们这一个高台移动高台，然后它全部都有重新绘制过，其实相当接近就是原版的这个版本。你看这边因为同时要 load 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就是图像在跑的时候会有一点不大顺利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移植版本是相当成功的。好，不知不觉我们要跑到就是第二关的王了。第二关的王会有2个独角兽我们看一下，其实整个背景画的都有重新再绘制。来看，先打第一只，再打第二只。你们看魔王打得很轻松黑就是一进前可以有64周目挖鬼啦，这种就觉得没有什么啦。好啦，
这样我们很顺利的就到第3关啦。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第3关。第3关就是地下水道跟洞窟哈。然后这一关其实最知名的就是要应付一大堆红恶魔。我们现在第3关的前半段就是蝙蝠这一段哈，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僵尸。这边在打只要是有僵尸场面的部分，魔王都建议用耳朵听啦，因为僵尸要出来之前会先有声音。那魔王的做法就是先听到有声音，然后把僵尸清过一轮之后，趁他青黄不接的时候，那赶快再把这个鬼塔给打掉，这会比较快。我们看到很快就攻到后半段了，我们接下来要连续应付红恶魔。然后魔王发现这个版本的红恶魔，它的移动速度比原版正常版还要快很多，然后也比魔王之前玩的30 pitch 的1周目或2周目都还要来得更快，所以这似乎是这个街机版跟一般不大一样的部分。不过这个也难不倒我啦，因为变态已经升加多啊。然后我发现这个版本就是为了要增加那个就是打击的手感，它好像是以攻击为优先判断。好，那不知不觉我们就玩到最上面这个部分了。如果走这个地方的话，打这只红恶魔可以少打一只啦。魔王小苏拉就还是少打一只，能少打一只是一只。好，再来就是这里啦。给冲我戏，再打一下。好。靠腰没事拿到火把，好啦，不然那个长枪也打不赢龙，那我们就用火把来打这头龙吧。先前就是有一个网友叫我说测试一下这边圣火传说，林北听拢无，原来就是用圣火说可不可以用火把破台。但这火把就是魔界村里面魔王觉得他妈倒数第2烂的武器，最烂的是斧头。好啦，这一关就过啦。好，来，接下来我们要到第4关吊桥啦。那个吊桥一开始就是要跳那个跳台，然后我们有发现这个版本的跳台就把它改得跟大台一样，这跳台都是眼珠了其实有蛮忠实的还原，就是街机版的它的设定然后魔王发现他跳的方式跟街机版也几乎都是很类似的，其实是蛮用心在改动这一个任天堂版本的我们看到下面这个红恶魔用火把实在是不是很好打。那个先前有个网友就讲真话网友叫魔王说你可不可以用火把就是破10周目，只是说实话就花时间问题而已但是我就是先前不想花时间，这次看这趁这个机会让我们看一下如果拿火把应该要怎么过我们前面已经把龙打死了，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打红恶魔，其实用火把还是可以打。魔王觉得魔界村里面最烂的武器就是斧头啦，那个斧头就是你只能够照它的节奏打，因为它画面上不会消失。好，你看这个就是打龙，打龙就是因为你要注意整个游戏里面就是画面只会出现2个火把，所以你要用那个节奏，尽量就是连续攻击让它死掉。好啦，这样我们这样龙也就过啦。好，来，接下来第5关我们就到魔界城下就要到城门口了其实当初魔王玩完地狱64周目之后，就好一阵子不想碰魔界村这款游戏了。前2天有个网友传讯息问我说：“这个日本人玩了魔界村256周目，问这个影片是不是我做的？”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日本人他是开金手指的，如果开金手指想要去1224周目都不是问题啦。更何况这个日本人测试的还是一个正常版本的魔界村，魔王测试的一直都是30 pitch 的版本，基本上这个版本在3周目敌人就开始出现暴走，7周目就会出现分身跟残像了，这其实不是正常版本可以比拟的。还有人跟我说，魔王日本去年就已经测了64周目啦，怎么跟你测的结果都不一样呢？废话，魔王的影片一开始就说我测试的是30 pitch 的版本，恁家的老变态是有在看不？还是脑子放到老二去啦？你是把干来啥小？还有人说魔王，你玩这些街机游戏，常常开金手指，不然就玩改版，没有看的必要啊！你他妈嘞，
魔王玩一命破台或者是无伤通关，那个浏览率也是低到靠北。你们还不是不想看，反而我开金手指破台了，还一堆人看。所以不管怎么说，就会有一堆人在靠北。这最后决定还是就是照自己的意思做就好了。好啦，不知不觉我们就也到了第5关的后半段啦。那我们上面这一个部分就是把沙旦打倒就行了。你看我这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拿火把啦，用火把打沙旦其实也没有很难啦。就是把那个抛物线计算一下，这样就过啦。好啊，安尼才就过啊。来，接下来就是第6关，我们已经攻到了魔界城内哈。这其实是魔界村里面难度魔王觉得是最高的一关。我们看一下，就是一开始要先用火把把那个障碍物都先清掉哈，要算一下那个抛物线。好啦，我就直接不拿那个长矛了，直接用火把打。看那样不小心被打到一下，不要紧，因为咱腾沙较变态，我们就用腾沙的状况来打就好了。好，来直接打龙。这边也是啦，就是把抛物线的方式计算一下，这打龙魔王也觉得没有很难啦。这打完之后就直接来拿十字架就好了。这边的攻略方式其实都差不多啦。觉得就是这一个版本的，就是打击的手感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各位变态就是可以稍微来玩一下，只是说那个好像以前会出盔甲的地方，它都不会再出了。因为一般如果脱衣服来这边，前面会送你一个盔甲，好吧？那我们就上去先把阿布给打一打。其实这个打击感相当不错。其实有64周目的锻炼之后，魔王觉得这金麦龙小菜一碟。我们现在就是把上面这个红恶魔给引下来。那下来啦。那个移动速度其实非常快哈，所以说一般人应该玩这个会有点吃力。好，不要吃斧头，吃斧头这一关就过不了了。能闪就闪，魔王是个小熟辣。那我们直接就打上面的2个沙旦啦。其实如果拿到十字架之后打沙旦没有什么难度啦，因为他现在还可以消弹，那我们就保持距离，引他下来的过程里面就打一打，这样就过了。再射2下，有岔起来，再打下一只，进来哦，再打一下，他就岔起来了。好啦，那我们要进魔王之间啦。好了，玩到这一边，我们就是要打最后的大魔王哥迪亚斯了。因为其实玩到这一边，感觉就是难度反而是最低的时候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魔王之间跟哥迪亚斯画面是不大一样有差哦。它这个魔王有重新重画，但看起来就是攻击的方式也不会差很多啦。但是它的节奏比较接近大台。好啦，这样就过啦，就是说。这个房间是一个幻影，可以沙旦过来欧贝农，那么再挑战一次，所以我们就要打第2轮啦。第2轮就是第2周目，我们一样就是从头开始打。那么因为影片的时间，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变态想看我打第2轮，就魔王已经证明了无伤通关，大概是什么概念？那等一下，因为影片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剪到第2轮的哥迪亚斯魔王之间给大家看一看。先这样。好，来各位变态，我们直接跳到2周目的最后一关魔王之间，我们要打大魔王哥迪亚斯，然后直接来看一下通关画面。好，来，其实在打1周目跟2周目的哥迪亚斯没有太大的差别哈。魔王只是觉得说，我一直对打这哥迪亚斯有点头痛因为到底要打上面的脸还是下面的脸，我实在一直搞不大清楚。好了，这样就通关啦。讲恭喜你，这个故事有个快乐的结局。就跟公主抱在一起啦。然后说你的身上充满了勇气跟智慧请你再挑战一次。你是魔界村的通关画面就是这样啦，就无限轮回下去。就有些变态问魔王，我要怎么样像你这样3周目、4周目、5周目一直玩下去呢？
请你就在刚刚的通关画面之后，就按下接关的密码，那你就可以重新再打大魔王 Goldie 11次，然后打赢他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到下一个周目，也就是3周目的轮回啦。我们这边就把它打倒就可以了。这时候魔王就想到了一件事，我们现在在玩的这个街机版的移植的魔界村版本，其实它是以30 Peach 周目为基础的版本。那么3周目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幽灵暴走区的问题啦。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第一关玩到后面的幽灵暴走区，是不是跟魔王先前的正常版本会遇到一样的状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可以确定那个魔界村的这个街机的移植版，它其实跟魔王在玩正常版的30 Peach 的状况是一样的。你看魔王一开始又拿到小刀了哈，可能是这个老天爷知道，等一下可能会遇到很变态的事，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拿到小刀呢。这30 Peach 的版本啊，小刀一个画面可以射3发，所以应该真的就是任天堂版的魔界村最强的武器了。好来，我们有发现其实僵尸的移动速度变快了，我们快速的把红恶魔杀掉。你看那个子弹的速度变相当快，其实这才3周目呢，所以我觉得你应该都要玩一下30 Peach到底有多变态才对啊！不要正常版的玩了1-2周目就在那边干叫，现在真的没路用。好啦，这个幽灵骑士就是我们稍微花点心思闪躲一下就好了，因为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弄我。幽灵骑士区过了之后，前面就是幽灵区啦。好了，我们把这个藤蔓怪给打一打之后，幽灵区来了暴走你看，果然这个跟正常版30 Peach 的是一样，真变态。那这样子我们就测试出来啦，这个版本跟30 Peach 是一样的。至于后面要去测试100周目、1000周目、10000周目，就留给各位 C 变态自己去测试啦。好，我是魔王，我们这次就这个游戏玩到这一边，下次有机会再见。我是魔王，一个外表跟内心一样变态的中年阿伯，我们下次见。